慢走啊！这的小青菜，白萝卜、红萝卜、小青菜，都他妈给老子滚！滚！滚！都给老子滚！死老头，谁让你在这卖菜呢？今天的保护费交了没？求您通融一下吧，我老伴还在家里等着拿钱买药呢。关老子屁事！你今天就是去偷，也得把保护费给我交，不然我弄死你！小伙子，过分了！他妈老子说他没说你吃了，你的保护费呢？你想在护城收我的保护费？你个老娘们儿，给我装是不是？拿220块，再把摊位给我打扫干净。今天这事儿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你说什么？让我给你拿22020？我操！对，20块是东西的钱，2万是老爷子的药钱。操！我他妈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讹我的钱。老子今天要是不收拾你这个臭娘们儿，我他妈跟你的姓！听了，干了！你们欺负人！欺负人！欺负人！你们敢欺负人！欺负人！一大帮子人欺负一个老头，算什么本事？你们欺负人！你们太欺负人了！太欺负人！太欺负人了！太欺负人了！你们太欺负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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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他们人多，咱惹不起。惹不起？人多是吧？惹不起我也惹！我去！谁敢在物流仓的地盘闹事？他妈一个人也敢给我抄！你！大哥，他们好多人！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钱呢？我就这么多了。滚呐！是。大伙。大爷，这钱您拿着。不行，不行啊！这钱我可不敢要，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。您别怕，这位是护城物流集团的董事长，这整个物流园都是他的，他让您拿，您就能拿，没人敢找你麻烦。拿着。谢谢，谢谢。快回去给老伴买药吧。哎，人家是从小老实顺从，就容易被欺负。这被欺负的多了，就忘了该怎么反抗了。云姐，您这是担心云朵？您不是让她去物流仓历练了吗？以前为了磨练她性子，没告诉过她我是什么董事长。她心事重，有什么事儿啊也不肯跟我说。对了，我记得你小姑子跟云朵也差不多年纪吧？她性格怎么样？诗涵父母没得早，我这个做嫂子的也一直在教她。
只可惜他从小就皮，不如云朵乖巧懂事。这不受不了我管，去物流仓躲着了。那正好，云朵性子温和，我还怕她受欺负呢。正好他俩一静一动，取长补短，互相有个照应。是。什么？我女儿出事了！哇，诗涵姐，这就是你嫂子集团的物流仓，这也太大了吧！啊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既然我来了，以后啊，这都是我的地盘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。诗涵姐，你不是想吃烧烤吗？喏，这食材我都带来了。好啊，就这个地方，腾出来，咱们在这儿点火开吃。好，好。云朵，要不你换个岗位吧？昨天晚上那么一大批货，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搬的，也太辛苦了，连手腕受伤都顾不上去看。没事的，师兄。这物流仓虽然辛苦，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适应了就好了。我这手腕也没什么大碍，养2天就好了。你呀，火再给我大点儿啊，再加2串。火，物流仓严禁明火，快去看看。走。愣着干什么？来！哟，干杯！是谁让你们在这点明火的？贱东西，把火给我点上！这里明确标示了禁止明火，你们怎么能在这里吃烧烤呢？别说是在这儿，就是在那物流园总裁的办公室，只要姑奶奶想吃烧烤，就没人敢来。这里是仓库重地，一旦有明火，时刻都有爆炸的危险。云朵好心劝你，你怎么还能打人？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？道理！来人，给我按住！今天就让姑奶奶教教他，什么叫做道理。什么狗屁物流仓库啊！啊！让你给我讲道理，我让你给我讲道理，讲啊！至少有事冲我来，放了我师兄。放了他，可以啊。来，吃了它，我就放了它。这玻璃渣怎么能吃呢？你到底是谁？凭什么这么欺负人？我是谁？来，你们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，连我们诗涵姐都不认识。就是，诗涵姐的嫂子，那可是护城物流集团的总裁，整个物流园都是他们集团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呀？诗涵姐从小就是被她嫂子带大的，长嫂如母啊，得罪了我们诗涵姐，你就死定了。既然这物流园是你嫂子集团的，那你就更应该遵守这物流仓的管理秩序。你少他妈给我废话！我于诗涵从小到大最讨厌被说教。你们给我住手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动云朵！闭嘴！等下就轮到你。快选，是我喂你吃，还是你自己吃？物流仓就是严禁明火，我没做错。这2种我一个都不选，都不选，得罪了姑奶奶我，
你今天还想全身而退？做梦！今天这玻璃渣子，你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。来人，给我掰开他的嘴！是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不要！云朵，云朵，于诗涵，你嚣张跋扈，视集团财长和众人安危于不顾，你就不怕集团败罪下来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姑奶奶也不是被吓的。来，把这架子重新给我架，让这个多管闲事的贱人看看，我们是怎么享受美味的。不行，仓库不能见明火，一旦发生火灾，我们都会没命的。你少他妈在这给我危言耸听！来，点火，咱们继续烤。好。吃烧烤怎么能不叫着我呢？吃烧烤怎么能不叫着我呢？师兄，我男朋友来接我们了。你男朋友？宝贝，你吃醋了？方浩，你认识他？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和诗涵才是真正的一对儿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谈了2年的恋爱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把你当什么？你听话懂事又吃苦耐劳，当然是把你当免费的保姆了。诗涵才是我最爱的人，我跟你呀，只是玩玩而已，懂吗你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和云朵在一起2年，你说你家里条件不好，云朵没日没夜的做兼职给你补贴生活费，就连手腕受伤，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更要和诗涵在一起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你给我的那点钱还不够我跟诗涵去酒店开房呢。你就是一个臭打工的，诗涵可是护城物流集团总裁家的大小姐，我选谁还用问吗？方浩，你混蛋！你说你爱吃馄饨，我妈每天晚上风雨无阻的给你送了2年，那又怎么样？那是她自愿的，我有逼你们吗？可你明明当着我妈的面说要一辈子对我好的，你现在竟然劈腿，你对得起我妈吗？你妈就是一个臭摆摊的，她能像诗涵家一样给我换高档的手机吗？她能像诗涵的嫂子一样成为护城物流集团的总裁吗？无耻！反了你了，还敢动老娘的男朋友？今天姑奶奶就给你上上狠话！今天姑奶奶就给你上上狠话！你还不知道吧？让封浩追你，不过就是我们大小姐和他玩的一个游戏罢了。看看，这是你妈和你包的馄饨，都被封浩拿来喂狗了。你们这2个玩弄别人感情的人渣！贱人，你还敢骂我？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摁住！是，我今天就跟他好好玩。我从网上看到，说是白酒点燃产生的火焰是蓝色的。你们去把那几箱白酒给我拿来。你疯了！物流仓里这么多化学品，见明火会爆炸的。哟，你就这么护着他呀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抢了云朵男朋友不说，还这么欺负人？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我跟我师兄清清白白，不像你们2个人渣，狼狈为奸！你还敢跟我嘴硬？来人，把这个白酒给我打开，给他们2个给我围起来！
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白酒点燃引发爆炸，大家不会没命的。慌什么？玩游戏嘛！要么我看到蓝色的火焰，我就放过你；要么就爆炸，你们两个一起死！来人，点火！不要！不要！云朵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拦住他，你快走。师兄，你不要管我，快去报警！这个物流仓旁边就是化学仓，一旦出事，整个园区都会被炸成平地的。好。还想报警？做梦！反了你了！你又是放他走，你又是报警，你他妈真当姑奶奶不存在呢？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是。还他妈敢动，给我老实点儿！凤浩，你别动我师兄！你三番两次的维护黎明旭，你俩该不会是有一腿吧？少血口喷人！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三心二意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你伤害无辜的人罢了。你死到临头了还在怎样？来人，把这个黎明旭给我放到那边，再把这些白酒箱放到这边点燃。姑奶奶，我今天就要看看，到底她要选谁？倪诗涵，你疯了？怎么了？玩嘛？你让姑奶奶我今天看看，是你的仓库重要，还是你的学长更重要？倪诗涵，你这样的会出人命的。那又怎么了？玩把大的，那不是更刺激吗？师兄，师兄，我来救你！云朵，别管我，那一堆白酒一旦点燃，整个仓库都会爆炸的。先救仓库！不，师兄，你和仓库我都要救。云朵，小心！好痛！云朵，别管我了，先救仓库要紧。师兄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云朵，别这么说，看来今天我们只能活一个，但能救我喜欢的女孩，我心甘情愿。师兄，不要说这些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真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师兄，我灭了！贱人，敢坏我规矩！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绑起来，再把那箱白酒拿过来，给我点上！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救！来人，点火！诗涵姐，咱们这样会不会玩的有点大？是啊，诗涵，要不就先算了吧。怎么，你舍不得？那怎么可能呢，宝贝儿？你是我最爱的人，他是死是活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那就行。这个贱人破坏了姑奶奶的游戏，今天姑奶奶就要让她付出代价。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可他俩说点了那箱白酒，仓库会爆炸的，没用的废物，滚开！这也太危险了，这不是拿人没开玩笑吗？小声点，那可是总裁的小姑子，长嫂如母，总裁亲自把她给养的，疼得跟眼珠子一样，咱们呢根本惹不起。不行，我得打个电话。云朵，反正今天难逃一死，我干脆直接告诉你吧。其实，我早就喜欢上你了。师兄，以前是我识人不清，错信渣男。如果你今天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跟你在一起。好。好一对顾命的鸳鸯啊！你们两个今天得罪了姑奶奶我，还想活着出去？做梦！于诗涵，
你嚣张跋扈，仗势欺人，炸了这里，你今天一定会后悔的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在给我嘴硬啊！贱人，去死吧！住手！住手！别哄女儿！干什么呢？不能进！没看到我们诗涵姐正在玩游戏吗？滚开！你竟然打我！诗涵姐，你看她！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妈，我没事。好大的胆子，连我一个诗涵的人都敢动！我当谁呢？原来是云朵那个在夜市摆摊卖馄饨的妈呀！封浩，你不是朵朵的男朋友吗？为什么跟欺负朵朵的人混在一起？什么叫混呢？你女儿已经被我甩了，这位是我的新女朋友。好，就当朵朵瞎了眼。你这种没有担当的男朋友，分了更好。我问你，我女儿脸上的伤是谁打的？我让人打的。怎么了？你凭什么打她？老东西，跟我们诗涵姐说话注意点。我问你呢，凭什么打她？凭什么？就凭她得罪了我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吃烧烤，吃得好好的，她一盆冷水全给我泼下去，打扰了姑奶奶吃饭的雅兴。我打她都算轻的了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这里是仓库种地，禁止明火。他们非要在这里吃烧烤，我和师兄上前阻拦，他们非但不听，还要动手打人。既然你说他们得罪了你，好，把2个孩子放了，有事冲我。好啊，放了他，可以。那我要你跪下求我。如果云朵犯了错，我来承担后果。只要你让我把人带走，我可以赔钱，赔多少都行。你一个臭摆摊的，口气倒是挺大。可惜了，姑奶奶，我今天不要钱，我就要你下跪求。小姑娘，做事不要太极端，只要你说个数，多少我都赔得起。但是想让我下跪道歉，绝对不可能，你也受不起。就凭你呀，别说是跪下，就算是磕头，姑奶奶都受得起。说话就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。你家长难道没有告诉我，做人不要这么狂吗？老东西，就凭你也配提我们诗涵姐的家长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底层货色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我跟他说话，让你插嘴了吗？你个老东西，口气倒还不小啊！怎么着，还想替我哥嫂浇酒？你知道我嫂子是谁吗？哦，听起来你嫂子好像大有来头。说来听听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惹不起的大人。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东西！好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嫂子是谁。我嫂子是护城物流集团总裁刘雪华。我当是谁呢？我知道，你就是他的小姑子于诗涵是吧？听你这意思，你认识啊？当然，他教出你这么个嚣张跋扈、目无法纪的东西，我这找他算账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你。给我装上瘾了是吗？还敢跟姑奶奶我这么说话？今天我要是不打死你，姑奶奶就不姓绝。喂，对了，诗涵在物流园实习的怎么样了？没惹什么乱子吧？没有，诗涵小姐这次挺好的，去了半天也没有打电话喊苦喊累的。那就好。诗涵这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被我和他哥都惯坏了。希望这次历练能让他好好收收脾气，别再任性下去。总裁，你就放心吧。喂，马上滚来护城物流园，快！是，并姐，走去物流园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乖女儿，妈没事。老东西，你
你他妈继续装啊！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？啊，怎么不硬气了？还敢给我打电话摇人儿？真他妈笑话！就是，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东西。于诗涵，我告诉你，你玩大。那我也告诉你，你这一个电话要不了我的命，但是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们3个今天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大门。就是，赶紧跪下给我们诗涵磕头道歉。跪下道歉？你做梦！好啊，还嘴硬是吧？行啊，今天姑奶奶就让你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姑奶奶我的棍子硬？朵朵，没事吧？是妈不好，妈不该跟一群小孩子置气。你等着，妈先救你出去。妈，不怪你，是他们太过分了。小姑娘，我们心平气和，好好谈谈。你说我女儿他们打扰你吃烧烤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道歉？道歉你个屁用！那你想怎么办？怎么？现在知道服软了啊？你早他妈干嘛去啊？我可以给你赔钱，你想要多少都行，只要你说个数，10万、100万，甚至1000万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赔钱？还1000万？哎对，只要你放我女儿走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她现在受伤了，必须马上去医院。她受伤了，你知道好好跟我说话了。晚了，姑奶奶，我现在心情很不好。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。姑娘，我再跟你好好商量。我就这一个女儿，我不想因为逞一时之快让她出事。如果她有个好歹，你们在场每一个都担待不起。老东西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吓唬我？我于诗涵也不是被吓大的，我就躲躲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一起上，把他们2个给我死里打！是。阿姨，救云朵！朵朵，老东西，去死吧！住手！老东西，去死吧！住手！快给我住手！看见了吗？我嫂子来了！今天你们2个竟然死定了！就是，正大你们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，诗涵的嫂子来给我们撑腰了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云姐，我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看看你惯出来个什么狗东西！你个老东西，个大嫂子！我狗仗人势！这个老东西，你渣男！你个老东西！狗腿子！你个老东西，你敢打老子，我打死你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连云姐都想打！嫂子，你不帮我收拾这个老东西，你打我男朋友干什么？收拾我？你问问他有没有这个胆量。云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教好他，我一定。嫂子，别人太把这个老东西当盘菜了，你跟他道歉！住口！我又没说错。你跟这个臭商贩道歉，他受得起吗？他够了，蠢货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蠢货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谁呀？他不就是一个卖馄饨的臭商贩吗？你给我住口！他可是……如果云朵从小就知道我是护城物流集团的掌舵人，旗下产业遍布全国，恐怕也会养成于诗涵这样嚣张跋扈、无法无天的性格吧。不行，物流员的历练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暴露身份。可是什么呀？他是谁呀？他不就是一个破卖馄饨的吗？嫂子，你别被他给忽悠了！于诗涵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既然来实习，那
那云朵就是你的同事，同事的妈妈，你不该喊声阿姨吗？我呸！就他还敢让我叫他阿姨？他跟姑奶奶我提鞋都不配！还有那个云朵，那个贱人，他当我吃烧烤，我今天弄死他我都不气气！住口！嚣张跋扈，喊打喊杀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刘雪花，你就招出来这么个东西！你个老东西，我跟我嫂子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啊！你还敢凶我嫂子是不是？我今天非给你个样子瞧瞧！云朵，住手！云朵，你没事吧？云朵，没事吧？现在他去医院，这里有我。不行，妈，这里太危险了，要走一起走。你放心，妈心里有数，不会有事的。有事的只会是这群目无法纪、嚣张跋扈的二世祖。刚才的账，我们是不是该好好算算？刚才的账，我们是不是该好好算算？什么？你找我算账？对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个臭摆摊的，你找姑奶奶我算账，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混账东西，给我住手！你打我！你竟然敢打我！于世涵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行不行啊？你放屁！我被欺负了，你身为我嫂子，你还是物流集团的总裁，你就怕一个摆夜市摊的畜生饭？你为了他你不帮我？诗涵，不是这样的，云姐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。你给我滚！你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，你证明没有我哥对我好。我现在就给我哥打电话。诗涵，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跟他解释什么呀？刘雪花，你记得上一个拍我脸的人是什么下场？不许打！你给我过来跪下！刘雪花，你干什么啊？你竟然让我跟一个外人下跪！你放开我！快，给云姐道歉！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不是仗着你嫂子是护城物流集团总裁，想让你下跪道歉吗？怎么，现在不嚣张了？你们竟然敢当众羞辱我！我今天弄死你们！我今天非炸死你们！让你他妈羞辱我啊！还想让姑奶奶下跪道歉，做梦！诗涵，哪儿来的炸弹啊？这太危险了，你快放下！你给我混开！没用的东西！我真没有想到你这么怂啊！身为一个护城物流集团的总裁，连一个臭摆摊的你他妈都不敢动！诗涵，你就听嫂子一句劝吧，把东西给我。听你劝，那他妈得怂死！不就是收拾一个老东西吗？你不敢，我敢！不要，诗涵，做嫂子求你了，你把炸弹给我。云姐真的不是你能动的人。我呸！我今天就偏要动他，谁要是敢拦我，我连他一块炸死！老东西，赶紧给姑奶奶我下跪磕头道歉，不然我就炸死你！我国律法明确规定，严禁个人非法持有弹药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。那你就是在知法犯法。那些条条框框只是限制一些穷人，我家有的是钱，还有什么是我家钱反映不了的事儿？诗涵，你跟嫂子说实话，这东西谁给你的？关我哪来的？我从我哥小库房里拿。你哥？果然是你哥。于世强这个混蛋，怎么能这么纵容你？那又怎么了？只有我哥才会真正对我好，哪像你这个懦弱的废物，你根本就不配当我嫂子！老东西，赶紧滚过来，给姑奶奶我下跪磕头道歉！我要是不下跪道歉，不要钱，那我今天非炸死！让我给你磕头道歉，你不配。我要是怕死，我就不会坐在这儿。你摁呢？
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敢的话，你倒是按呢。诗涵，快住手！你快把炸弹放下！我养你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要求你做过什么，这次你必须听我的，快放下！从小到大，你就只会对我讲道理，整天叨叨叨叨叨叨。你除了叨叨，你还会什么？嫂子也是为你好啊，你以后会明白我的苦心的。长嫂如母，嫂子还能害你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少给我打感情牌！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就必须弄死这个老东西！想弄死我？来呀，炸死我！你今天就能上护城新闻的头条。你离我远一点！我警告你，你别激我，我真的会按的！你按啊！怎么不敢呢？你也就这点能耐了？20多岁的小姑娘，不想着好好工作，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，反而整天游手好闲，拿着你哥嫂给的钱，嚣张跋扈，不务正业。关你屁事啊！我花我哥嫂子的钱，天经地义，还为社会做贡献。我堂堂一个于氏集团的大小姐，我天生就是享福的命，是云朵那个贱人贱命能比的吗？你说说你，除了会狗仗人势以外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啊？你个贱人，你非要激我，找死是吧？好，姑奶奶今天就给你点烟的吃啊！不要！不是想要给我点颜色瞧瞧吗？来呀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晚了。云姐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教育好他，我以后一定严加管教。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快跪下来，给云姐磕头赔罪，求他饶你一命。我才不要！你非要这么作死吗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过来，跪下，道歉。对不起。今天这个炸弹，我不是不敢炸，也不是心软不想炸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以后在社会上不要这么嚣张，知道了吗？松话呀！知道了。谢谢云姐，谢谢云姐，谢谢云姐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刚才哪只手打的我女儿？右手是吧？给我废了他！我已经道过歉了，你们要是敢动我，我可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们不要救我！你哥，你还敢提你哥？要不是他把你惯得无法无天，你怎么会闯下这么大的祸？嫂子，我可是你从小带到大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长嫂如母，嫂子希望你断了这只手以后，好好长长记性，不要再这么执迷不悟了。不要！我可谁敢动我妹妹？住手！我可谁敢动我妹妹？哥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要是再不过来，你妹妹就要被欺负死了。放心，有哥在，没人动得了你。你看，我哥来了，今天就是你们2个人的死期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难道就认我妹妹被别人欺负吗？糟了，老公是个急脾气，又不知道云姐的真实身份，一会儿一定会出过事。不是的，老公，以后我再给你解释，这没你的事儿，你赶快走。走？往哪走？刘雪华，诗涵可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帮她出这口恶气，我看谁敢反对。于诗涵的哥哥是吧？来的正好，我正想跟你聊聊呢。你妹妹刚才打了我女儿。打你女儿？对，
那又怎么样？我妹妹金枝玉叶，那是千金大小姐，打你们这种穷酸货，那是给你们面子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于诗涵这么嚣张跋扈、目中无人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兄妹俩都是一个德行。把你的臭嘴给我放干净！敢欺负我于世强的妹妹，挨顿打那都是轻的，要把我惹急了，我弄死你！是吗？既然你这么冥顽不灵，那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们兄妹俩怎么做人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能拿我怎么样！来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站住！我求你别在这添乱了，行不行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脱层皮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住手！不许动！刘雪花，你干什么？哥，你看嫂子现在还在帮着那个臭摆摊的，刚刚她还要我下跪磕头道歉呢，你真的一定要帮我！你少他妈拿个破炸弹在这吓唬我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竟然敢帮这个破摆摊的欺负我妹妹！于世强，你竟然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雪花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你拦不住他的。老子今天来就是为了给我妹妹撑腰的，谁他妈也别想拦着！你今天必须得死！惯子如杀子，你确定要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，就这么喊打喊杀的吗？真相？什么真相？你妹妹在严禁明火的物流仓里点明火吃烧烤，我女儿上前阻止，她非但不听，还恶意殴打我女儿，甚至敢拿我女儿的命开玩笑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什么原因，什么狗屁真相，还惹我妹妹，你今天必死无疑！住口！于世强，你能不能别说了？你不知道他是……蠢货！一个摆摊卖黄豆的大妈，居然能让你怕成这样！我好歹也是于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居然能娶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！不是的，他根本就不是你能……少他妈废话！我不管他是谁，惹了我于世强，他今天必须付出代价！站住！没想到我这些年暗中扶持的于氏集团董事长于世强，竟然是这样狂妄自大、难堪大用的蠢货！站住！于世强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些年敢惹我于世强的有几个能全身而退的？这个老东西今天算是撞在枪口上了，我必须弄死他！住口！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，就敢在这大放厥词，你会后悔的！后悔？老子字典里可没有后悔两个字。刘雪花，你好歹也是护城物流的总裁，收拾这么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，婆婆妈妈的，你丢不丢人？你好好想想，要是没有云姐，你怎么会有现在的权势？那又怎么样？云姐是厉害，可是她已经隐退多久了？听说也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，到现在活没活着还不一定呢。你少他妈拿她来压我！就是，我哥能有今天的风光，全靠他自己的实力，跟那云姐的老女人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是诗涵有眼光，要那个销声匿迹的老女人，我早就不放在眼里了。于世强，你挺狂啊！有本事把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一遍怎么了？云姐算个什么东西？只不过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罢了。我早就不把她放在眼里了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这个老东西，
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崩了你？于世强，你疯了！当年要不是云姐从孤儿院中挑中了你，暗中资助培养你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工地扛水泥呢！少凭那些成这么烂谷子的事情！他扶持我，无非是看上我的能力罢了。你给我让开！这个老土鳖敢打我，我今天必须得让他付出代价！老东西，活这么大岁数，没见过这玩意儿吧？哪儿来的枪？当然是帮那个老东西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手底下人孝敬的。你还真别说，那老东西的名号还挺好用。于世强，私藏枪支弹药是要判刑的。这些只不过是帮他办事的时候顺手牵羊啊，谁让他架子那么大，放着金山银山不要，非得赚这个破物流的钱，是吗？那你说说，除了刚才的炸弹，还有你手里的这支枪，你到底还打着这个旗号干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勾当？反正你要死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像这种手枪，还有诗涵玩的那些炸弹，我要多少有多少。不然你以为老子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抢占护城那么多的物流港呢？非法持有枪支、弹药，暴力霸占物流港。于世强啊，于世强，背地里你就是这么报答你恩人的吗？没错，老子就是翅膀硬了。别说背地里，就算是现在给他打着电话，老子也敢骂他个狗血喷头。是吗？那你打一个试试。哟，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？我还以为你是那护城呼风唤雨的云姐呢，还特殊来电。你个臭卖馄饨的这么能装啊？怎么这生意这么好，馄饨还得雇个助理来煮啊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就问你们一句话，这电话你们敢让我接吗？诗涵，给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水花来。哥，他要是报警怎么办？报警？他敢？他要是敢报警，你哥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素的。给他。诗涵，你放心，咱们于家早就成为护城物流界的翘楚了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可以超越护城物流集团。到那时候，咱们于家那就是只手遮天的存在了。到时候我就是护城最尊贵的大小姐，看谁不起。今天这个破仓库不是让你不痛快了吗？等哥把护城物流给收购了，这些个破仓库随便你炸着玩。好，哥，你就是厉害。就是啊，哥，你太厉害了。于世强啊，于世强，没想到你不仅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更是一个彻头彻底的蠢货。你个老东西，你竟然敢指我，欺负我妹妹的账我还没给你算完呢，现在又来挑衅我，今天服你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于世强，你手机响了，不接一下吗？等我接完这个电话，我再跟你这个老东西算账。喂，什么事儿？不好了，于总，刚才护城物流集团取消了对我们于氏集团的注资，我们所有的大客户也全都给我们发送了解约函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糟了，我们集团现有的财产也遭到了不明资产吞噬，股票已经跌停了，怎么办呀，于总？那我们在海外的基金呢？连海外的基金也遇到了秃鹫基金的阻击，账户现在已经被全部冻结了。赶紧启动雷神之眼的防护洞啊！于总，我们内部网络遭到了黑客攻击，防护盾已经被攻破了。什么？你们是干什么去了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，必须保住我的于氏集团，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于总，公司资产已经触底，刚才已经被宣告破产，我们尽力了。喂，社长啊，
我辛苦打拼的于氏集团没了，全没了！这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谁？认识吗？护城云月，这个徽章只有云姐能够佩戴。你是云姐？你真的是云姐？这不可能！于世强，我刚才明里暗里点了你多少遍，这就是云姐，你为什么就不听呢？哥，你别听他们在这胡说八道，说不定是他联合那个助理一起来骗你的呢。老东西，不就是个破徽章吗？你在这吓唬谁呢？我是不是吓唬你？你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。云姐，云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了我吧。我不能没有于氏集团，于氏集团它是我的命根子呀。于氏集团是你的命，但这条命是我给的，所以现在我要收回它。云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，饶了于氏集团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怕。你打着我的名号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，暴力霸占物流港，恶事做尽，横行霸道。于世强，现在才知道后悔，晚了。哥，你别求他。他就算是云姐又能怎么样？不过是在物流界只手遮天，这白的还能压我黑的不成？我现在就押上我所有的钱，我在海外暗网上买他一条命。想在暗网买我的命啊？你大可以试试。诗涵，你别胡闹了好不好？你根本不清楚他的地位，他只要咳嗽一声，全球的物流行业都得抖三抖啊！我偏不信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在暗网上有人说我们得罪了云姐，要全球通缉我们，哥怎么办呢？我不想死啊！怎么，还买我的命吗？云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们，饶了于氏集团吧。对，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，看在雪华跟了我多年的份上，我就饶了你们2条狗命，给我滚去湘江，别再给我惹麻烦，滚！云姐，他们已经走了，谢谢你抬举我，放了我的家人。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我已经把你当成了我的家人。其实这件事儿我还挺感谢他的，如果不是他，我还不知道物流行业已经混乱到这个地步。所以我决定从明天起重回护城物流集团，肃清整个物流行业。太好了，云姐，你终于要回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他们，绝对不再给你惹任何麻烦。对了，这群小喽啰就交给你处理了，记住，别让这个渣男再出现在我女儿面前。是。妈，多多，你醒了，你有没有不舒服啊？妈去叫医生。妈，我没事。您昨天是不是在这守了我一夜？妈没事儿，妈昨天来的晚，你都已经睡着了，妈就没叫醒你。阿姨，云朵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一切正常。医生说再休息一下就可以出院了。没事就好。妈，昨天那帮人呢？他们没有把您怎么样吧？都说我不好，给你惹了那么大的祸。妈没事儿。多多啊，等你出院以后就不去物流仓上班了。为什么？难道物流仓把我开除了？还好云朵没有养成富二代那种嚣张跋扈的性格，
看来之前对他的历练都是对的，但有了于诗涵的前车之鉴，还是晚些再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吧。怎么会呢？但是你一个女孩子呀，在物流仓上班不安全，还是在集团里面做一些文职工作比较好。妈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怎么能安排我进护城物流集团？阿姨，您怎么知道我爸给云朵安排了护城物流集团的文职工作？你爸？对，护城物流集团来我们学校举行校招，云朵的成绩十分优秀，我爸就把她安排过去做了管培生。原来是林教授安排的。妈，师兄的爸爸就是我们学校的林教授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真是谢谢林教授了。阿姨，您不用这么客气的，我昨天已经和云朵表达过心意了，我是真心喜欢云朵，想跟她在一起，希望您能同意。你是个有担当的好孩子，云朵跟你在一块儿啊，阿姨放心。谢谢阿姨。既然云朵没什么事儿啊，我就先走了，还有一些事情要忙。集团盖好这个新的办公大楼以后，我还是第一次来，一会儿就要开股东大会了。我这办公室在哪一层来着？我打电话问问。奥总，今天是人家生日，你就早点下来陪人家嘛。好，宝贝，今天可是董事长第一次出面参加股东大会，开完会我就去陪你。好，那我回办公室等你哦。谁呀你？不长眼睛吗？往我身上撞！姑娘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？我站这都没动，是你撞的我，手机还给我摔坏了。怎么？你不光撞了我不想认，还想讹我啊？我告诉你，姑奶奶我的男朋友可是集团的副总，你哪个部门的？信不信我马上开除你？你男朋友权力确实不小，但他管不着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看你这身装扮，也不像是能进集团上班的，肯定又是过来参观的土鳖吧？滚远点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原来，腐败的不仅是于氏那种集团扶持的企业，集团内部也该整治一下。住手！又是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干什么呢？该不会是想进去偷东西吧？刚才在楼下你就冤枉我撞了你，现在又污蔑我偷东西。你说说，好好的一个小姑娘，张口就湖州的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？你住口！这可是董事长的办公室，你配进去吗？你不是来偷东西的，难道是来上班的？巧了，我还真是来上班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想进董事长的办公室上班？真是笑死人了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新来的臭保洁吧？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是保洁，就可以被你随口诬陷吗？保洁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护城物流集团养你们这些人是让你们干活的，不是让你们跟高管的女朋友叫板的。我站在大厅没动，是他撞的我，还把我手机摔坏了。原本我不打算追究，但是他一再的污蔑我，难道不应该给我个交代吗？交代？你也配吗？你去打听打听，整个护城物流集团谁不认识我赵子昭？你竟然敢得罪我的女朋友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滚蛋？巧了，我还真不认识你。死老太婆，到现在还敢这么狂，给我过来！不认识我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。给我跪下，磕头道歉！你不过是个集团的副总，凭什么这么狂妄自大？要我给你跪下道歉，你不配。老东西，你找死啊！给我跪下！贱人，你还挺傲的。这个集团还没有人敢跟我作对，你今天惹到我，死定了！住手！死定了！住手！住手！赵子征，你想干什么？总裁，这个清洁工刚才冲撞了我们秘书，我训了他2句。秘书？你不是说她是你女朋友吗？女朋友？你不是都结婚好多年了吗？闭嘴！我
我跟总裁讲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老东西插嘴了？集团副总公然用公款包养情人，还这么横行霸道，原来集团内部的风气已经腐败到了这种地步。是啊，总裁，赵总说的没错，是这个清洁工不长眼睛撞了我，还想进董事长办公室偷东西，我们才教训他的。清洁工偷东西，你确定说的是他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老东西。我让你胡说八道！让你胡说八道！总裁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偷东西的是他，您打我干什么呀？是啊，总裁，是这个老东西，不仅不珍惜公司给的工作机会，还偷东西，被我们发现了还狡辩，您快开除他！演技真好啊，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，张口闭口就是我要偷东西。雪华，你信吗？我当然不相信了，在这护城物流集团，任何人都有可能进这间办公室偷东西，但是您绝对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总裁，您别被他给迷惑了，他就是个贼。蠢货，见过有人偷自己东西的吗？蠢货，见过有人偷自己东西的吗？偷自己的东西？这可是董事长的办公室，你配进去吗？你不是来偷东西的，难道是来上班的？巧了，我还真是来上班的。刚才他说是来上班的，今天又是董事长回归的第一天，连总裁都对他客气有加，该不会他就是董事长云梦锦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他不就是个清洁工吗？你那么害怕他干什么？好，你别说了，你惹大祸了。你猜对了，我呢就是云梦锦，物流界的人给面子，称一声云姐。您就是护城物流集团的董事长云姐？您就是护城物流集团的董事长云姐？什么？董事长？你不是新来的清洁工吗？我有说过我是清洁工吗？再说清洁工怎么了？清洁工也是凭自己的劳动赚钱，难道不该得到你的尊重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您要是早点说出您的身份，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大的误会啊。误会？你在楼下撞了我，摔坏了我的手机，非但不道歉，还要逼我跟你下跪，你管这叫误会？在我的集团里面，工作不分高低贵贱，但是人的品质分，所以你被开除了。不要啊，董事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您不要开除我啊！赵总，你帮我说句话啊！你求我也没用，我也自身难保。董事长，股东大会马上开始了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赵总，我们股东大会见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到啊。呸！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，神气什么？怎么办啊，赵总？我真的要被开除吗？你放心，她开除不了你。这个老女人让我当众难看，我不会放过她的。一会儿股东大会，看我怎么办到她。可她是云姐啊，全国物流界的领军人物，在护城更是只手遮天的存在啊！怕什么？她只不过是赶上了当年的风口而已。一个老女人无依无靠的，她能有多厉害？一会儿看我怎么对付她。这位就是我们集团的创始人，隐退多年的董事长云姐，大家掌声欢迎。今天召集大家来呢，是有2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，我正式结束隐退，重新执掌护城物流集团。太好了，有云董在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是啊，这集团早就该让云董回来好好的整顿一下了。我悄悄回来，本来是想先看看大家的工作状态，没想到却先见识了一场职场霸凌。什么？职场霸凌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霸凌云董？所以第2件事，就是要根据我的所见所闻，做出人事调整。我反对。我反对。赵子正，你迟到也就算了，
还带着你的女朋友大闹股东大会，你想干什么？什么女朋友？她就是我的秘书。我的秘书受了委屈，不允许我出头吗？哦，他受了什么委屈？大家看一下啊，他撞了我的秘书，然后还把他开除了。这种以权压人的行为，是一个上市董事长该有的胸襟吗？这董事长看起来不像这样的人啊！你有所不知，当年云姐一个女人创下偌大的护城物流集团，也是用了一些雷霆手段的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在不小心撞了您之后，没有第一时间给您磕头道歉，求您不要因此开除我。我妈妈还在医院等着我拿医药费呢。董事长，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是啊，云董，一个小姑娘的无心之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要放在心上了吧。云梦洁，我知道你说的人事调动是把我开除董事会，但你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女人，还想给我这个叱咤集团多年的副总，简直就是痴人做梦。赵子珍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云梦景一点都不了解职场的生存法则，只会乖乖的等着被你陷害吧？你什么意思？雪华，把东西拿出来。告诉你，姑奶奶我的男朋友可是集团的副总，你哪个部门的？信不信我马上开除你？什么？一个小小的秘书，竟敢如此嚣张跋扈！她男朋友是赵总，那赵总为她出头，岂不是在以权谋私？你不是说他先撞的你吗？且不说谁先撞的谁，集团明令禁止办公室恋情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这个视频绝对是伪造的。再说了，集团又不是我一个副总，这视频说的绝对不是我。那赵总的意思是，你们不是恋人喽？当然不是。是吗？那这些你怎么解释？这个是赵总近期的报销单，这些是封秘书的朋友圈截图，大家看一下。什么朋友圈？我就晒了一下礼物，没想到。赵总啊，这3笔报销一共是32万，是你借业务招待费提报的，发票上的购买时间跟封秘书朋友圈晒奢侈品的时间完全吻合，这你怎么解释？太过分了，这俩人是把公司当做自家的提款机啊！这种人必须开除，不能留。这是我和封秘书的私事，跟集团没有关系。报销发票弄错了，是财务的事情，大不了我把报销款退回来就是了。报销款自然要退，你们2个也必须走。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您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您不要开除我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！云董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为公司辛苦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有苦劳啊。再说，我对公司是有贡献的。贡献？你的贡献早就在你无视公司规则，用公司的钱包养女秘书的时候就已经抵消了。你以权谋私，公司决定将你停薪留职，逐出董事会。不行，我在公司是有股份的，你无权将我逐出董事会。股份是吧？核算一下，按市场价全数收回。雪华，通知法务和财务部，走流程吧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不服！我不服！我不服！今天的事让大家见笑了，我会重新制定管理规则，清算人事档案，确保集团回归正轨。有我云梦景在的一天，绝对不会让这种嚣张跋扈、以权谋私的人继续祸害集团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那么今天的股东大会到此结束。云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理好集团，才出了赵子珍这只蛀虫。这事儿你也不用太过自责，护城物流旗下产业诸多，你每天已经很忙了，一时失察很正常。不过呢，你要继续查下去，赵子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要深挖出他更多的罪证。好。
真的太感谢你了，师兄。要不是你的推荐，我也不会有进入护城物流实习的机会。谢我干什么？你应该谢你自己呀。你连续4年专业第一，这个机会是你应得的。你放心，我入职以后一定会好好工作，绝对不会辜负林教授对我的一片好意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那师兄，我先去办理入职了。好。赵总，等等我！赵总，等等我嘛！好你个云梦姐，敢给老子停职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他妈谁呀？眼睛瞎了？你他妈谁呀？眼睛瞎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你他妈眼瞎呀！老子本来今天就有不是，还被你撞。你妈没有教过你走路要靠边吗？你不能这样说呀！我一直在给你道歉的。道歉管个屁用！新来的是吧？知道你撞的人是谁吗？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打人？就凭他撞的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赵总。赵总这身衣服可是在国外手工定制的，撞出个疹他都赔不起。别说是集团副总，就是董事长来了也不能随便打人。别他妈给我提董事长！云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云朵，你也姓云？还真是巧，那个姓云的老女人是董事长，老子动不了她，还动不了你吗？你拿的是入职通知书？对，我今天是来办理入职的。发生这样的事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再次给你道歉。本来呢，我是不屑跟你们这些小员工一般见识，但谁让我今天心情不好？这样吧，你跪下来，把鞋擦干净，我就放过你。擦鞋？刚刚明明是你先撞的云朵，你倒打一耙就算了，凭什么这么欺负人？凭什么？就凭刚才有个姓云的老女人惹到老子了，老子现在看到姓云的就心情不爽。可云朵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？怎么了？这就受不了了？那就赶紧滚呐！还入什么职啊？在护城物流，赵总的位置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不过是个还没入职的新人，赵总想收拾他，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就是，还不赶快跪下擦鞋！你们欺人太甚！集团副总就可以这么欺负人吗？欺负你怎么了？我不但欺负你，我还想打你！住手！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我全都录下来了。只要你敢动手，我马上发到网上。就算你是集团副总，记者和网友们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好啊，我收拾不了那个姓云的老女人，我还收拾不了你吗？你死定了！你说的老女人是我吗？妈，赵总，你说的老女人是我吗？没有，您听错了。妈，什么？她是你妈？对啊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处理点事情。你不是要去办入职吗？在这儿站着干什么？她刚才撞到赵总就想跑。妈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刚才一进门，其实是他撞的我。我为了早点去报道，就先给他道了歉。可他竟然要我跪下来，把他鞋给他擦干净。还有这种事？妈，这是我刚才录的视频。好，妈知道了。你先去办入职，这里交给妈。看来之前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啊。怎么会呢？我给他开个玩笑。开玩笑？开玩笑需要我女儿跪下来给你擦鞋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的女儿，我这就去过去给云小姐道歉。云朵在集团的历练刚开始，我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。算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你们两个好自为之。奇怪，云朵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？原来她就是云梦锦的女儿。有了女儿，也就有了把柄。云梦锦3番2次让我丢人，我也不会让她好过。我想起来了，她是我弟弟的前女友，
可他妈不是卖馄饨的吗？难道他之前的身份都是装的？我有办法收拾他们了。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云梦景退隐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培养他的女儿云朵，而云朵正好是我弟弟的前女友。都前女友了，还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据我所知，云梦景这些年一直隐藏身份，在夜市卖馄饨。刚才看云朵的反应，对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一无所知。你的意思是挑拨离间？对，好主意。但是只靠云梦景的真实身份去挑拨离间还不够。云朵刚刚入职，身份又特殊，最适合做替罪羊了。你这样高啊！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云朵拿到最核心的数据，然后要挟云梦景。一年一度的电商节就快到了，如果云朵在这个节骨眼上闯祸，还愁云梦景不来求我？赵总，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？你们部门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叫云朵的员工？啊，对，刚入职。他是您什么亲戚吗？我特殊照顾一下。先不用，你回去以后只需要把这次电商节的方案和数据交给他保管就行。交给他保管？赵总，这不合规矩啊！你也知道，这次电商节对集团至关重要，他只是一个新人，万一出了岔子，谁也担待不起啊！你母亲不是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吗？这里有50万，拿着。谢谢赵总，我明白了。等拿到云朵的把柄之后，我就可以官复原职。云姐，一年一度的电商节马上就要开始，我们和往常一样，和喜东签订电商节的项目合同。既然现在你已经回来了，那这次项目就由您来签订吧。雪华，我才刚回集团，业务上的事儿我暂时不干涉。你是集团总裁，日常运营你来决定，一会儿签约也由你来签，我做个旁观者就好。好，云姐，会议马上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我妈？妈，我们在开会，你怎么来了？之前于世涵的事儿，总裁对我有亏欠，所以就在这儿给我找了个工作，我来旁听一下。总裁，王总，这是项目的签约合同书。喂，你说什么？电商节的核心物流数据被泄露了，对手公司抢先我们发布了物流时效的保证，怎么回事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刘总，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我们喜东愿意把自己独家的物流合约给你们？就是因为你们的数据有绝对的安全性。现在呢，电商节的核心物流数据为什么会被泄露？王总放心，喜东电商节是我们集团今年最重要的项目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吗？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李经理，喜东的物流数据分析一直都由你们部门负责，这么重要的核心数据为什么会被泄露？我不知道呀，云朵入职后，这些数据都是交由他保管的。云朵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，数据虽然是我在保管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。你还狡辩，最终数据只有你接触过，不是你泄露的，还能有谁？真的不是我，我的电脑上有访问记录。你稍等，我这就去查一下。
怎么闯了祸就想跑啊？这可是咱们集团今年最大的项目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就是，这么机密的数据都能泄露，你该不会是对手公司派来的卧底吧？原来是你们。王总，很抱歉发生这样的事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们集团一定彻查到底，也会尽快制定弥补方案。为了表现我们的歉意，您回去核算下损失，我们全额承担。行，我回去等你们的调查结果和弥补方案。妈，真的不是我。妈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先回去查查访问记录，再仔细想想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蹊跷的事情，一定要查明真相。好，我马上去查。你女儿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亏我之前还想给你一条活路，你竟然把算盘打到我女儿身上。我打什么算盘了？云朵，你无凭无据的，不能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吧？赵子征，你疯了吧？喜东电商节可是我们集团年度最重要的项目，你怎么敢在这个项目上动手脚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说我动了手脚，你有证据吗？再说了，你跟别人说我去诬陷一个实习生，谁信呢？你故意设计这个圈套，就是为了让你官复原职，重回董事会是吧？算你聪明。你做梦！你好，我现在就把股东叫来开会，把你女儿捅篓子的事情公之于众，你就等着被董事会问责吧。赵子征，你太过分了！雪花，别理他，先去看看云朵。是。云梦姐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女儿毁的可是集团今年最大的项目，如果丢了喜东这个大客户的话，一会儿在股东会议上，那些股东是不会放过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手里有和喜东实力相当的大客户陶贝网，如果你给我官复原职，再给我5%的股份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解一下集团的燃眉之急。你在要挟我？是又怎么样？现在只有我手里的客户才能救集团。你答应我刚才的要求，再给我好好道个歉，我可以放过你的女儿。否则的话，你女儿的职业生涯就彻底毁了。云朵是集团未来的接班人，跟你这种蛀虫斗智斗勇是他的必经之路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云朵这个蠢货，刚出会议室就轻而易举被我的人给支开。我先一步搞坏他的电脑，看他怎么找访问记录。风言，给我站住！刚才是不是你进我办公室弄坏我电脑的？对啊，是我干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反正这个监控早就坏了，你又没有证据。所以数据是你泄露的，所以你是做贼心虚才毁尸灭迹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我不小心撞了赵副总，你们至于拿公司最重要的项目来陷害我吗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反正过了今天，你就会被全行业的人给封杀。你的话说了也没人信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不过是刚入职的小实习生，你至于这么处心积虑的针对我吗？针对你？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我们是为了报复你妈云梦姐那个贱人害得我们。云朵，云朵，你没事吧？总裁，你怎么来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以后慢慢和你说。事情调查得怎么样了？我的电脑被他弄坏了。我可没有啊，无凭无据的事儿，你可别瞎说。你还在狡辩？我全部都录下来了。什么？其实我的电脑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访问记录。我知道在会上这么说，偷数据的人一定会做贼心虚，露出马脚的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诈我！
这是你自找的。既然你敢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龌龊事，就该知道总会有被拆穿的这一天。你这个贱人，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事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林助理，把他送到保卫科报警。是。不要放开我！云朵，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到事情不对劲的？我知道这里的监控坏了，刚刚一出会议室的时候，就有人故意支开我，不让我回办公室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有蹊跷，所以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，就看到他在这里鬼鬼祟祟的。那你又是怎么想到要藏起来录这个视频的呢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妈说进入职场保命第一条就是要留有痕迹。不愧是云姐的女儿啊，果然聪明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还你清白的。谢谢总裁。好，我把视频发给您。赵副总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已经退出董事会了。这次把我们喊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当然，启动电商节，诸位都知道吧？电商节谁不知道？那可是咱们集团每年最重要的项目。赵副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诸位有所不知，半个小时之前，启东电商节的核心数据泄露了，启东的王总震怒，要求我们取消项目，并让我们赔偿所有的损失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云董，启东的核心数据为什么会被泄露？就是云董，我们是怎么丢了启东这么重要的客户，还要面临巨额赔偿呢？说吧，云董，说说你女儿是怎么闯的这么大的祸？什么？你女儿？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。赵子珍，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落井下石？落井下石？我这是为公司的利益着想，你不想想你女儿闯了多大的祸？不是我说你，你刚一来你就搞裙带关系，这下好了吧？云董，亏我们这么放心的把集团交给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是啊，启东电商节每年几乎占咱们营业额的30%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，损失谁来承担？最终负责保管数据的确实是我女儿，但请大家放心，事情正在调查中，不管查出谁是内奸，我绝不姑息。你该不会是不想负责任玩缓兵之计吧？你女儿呢？让她出来认错。云董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让她出来吧。这女人呐，目光就是短浅，为了扶自己的女儿上位，总想走捷径，结果呢，给公司捅了这么大的篓子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赵副总确定不是先解决问题，把损失降到最低，反而在这儿搞对立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当然有，不过你女儿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你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和她的母亲，你必须为这件事情负责。如果是云朵的错，那责任我自然会承担。等一下，赵总，你刚才说你有解决问题的办法？什么办法？你快说！我手里有和喜东同样实力的大客户淘贝网。什么？淘贝网？太好了，赵总，快联系淘贝网签合同啊！签合同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云董的女儿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她还能稳坐董事长的位置。之前我只不过是在报销的时候出了点差错，凭什么让我停薪留职？赵总说的也在理，既然报销款已经退回来了，我提议让赵总官复原职。同意，同意。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那就少数服从多数，我们也不用征求云董的意见了。那接下来我再说一下我的第二个条件，就是要将云梦锦的股份的5%转给我作为补偿。我不同意。你刚才还口口声声的说全权负责，你现在你就反悔了？要不要答应赵总的条件？各位看完视频再说吧。什么视频？要不要答应赵总的条件？各位看完视频再说吧。什么视频？你在搞什么？
云朵这个蠢货，刚出会议室就轻而易举被我的人给支开。我先一步搞坏他的电脑，看他怎么找访问记录。什么？是风言干的？他不是赵副总的秘书吗？是啊，赵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家不要被误导，风言一定是被威胁的。赵子珍，我可不止这一份证据，你这出贼喊捉贼的戏码也该结束了。你少在这唬人！一个视频能证明什么？你有证据，我也有。你少在这唬人！一个视频能证明什么？你有证据，我也有。什么证据啊？风言不在场的证据。启东是1号将数据送过来的，当时风言已经被开除了，监控可以证明，在开会之前他根本就没有进入这座大楼。再说了，数据是在你女儿电脑里保管的，风言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。是啊，云朵，这个视频只能证明是风言弄坏了你女儿的电脑，并不能证明就是他泄露的数据啊。我承认，这个视频确实不能证明是风言泄露的数据。既然不是风言泄露的数据，那这个视频也就没什么意义了。云朵，赶快转股权吧。赵总别慌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泄露数据的另有其人，泄露数据的另有其人。秦董不会以为这样拖延时间就能为你的女儿开脱吧？你赶快把股权转了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赵总急什么呢？真正泄露数据的人我已经找到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云姐，你猜的没错，果然是李经理干的。我刚刚查到他的账上突然转进了2笔巨额现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几天前，云姐的女儿云朵入职，成为李经理的部下。她一边安排云朵保管那些核心数据，一边偷偷拷贝了一份，卖给了喜东对手公司。说为什么这么做？敢撒一句谎，立刻送去警局。云董冤枉啊！我也是被逼的呀。是吗？那你说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赵副总。什么？是你？胡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据我调查，赵总的账上确实有一笔50万的支出，还有我查了1楼大厅的监控，云朵入职当天，赵总在角落给了李经理一张银行卡。好一出贼喊捉贼啊！你买通李经理泄露公司机密，还倒打一耙冤枉我女儿，怎么当我云梦姐不存在的？就算是有人看见我给李经理银行卡，怎么了？那是因为李经理的母亲生病了，我借钱给他。是这样吗，李经理？要不我让警察来问问。别，我全说。云朵入职当天，赵副总找到我，给了我50万，让我把数据交给云朵保管，说是给姓云的点颜色瞧瞧。不是有2笔钱吗？另一笔谁给你的？3天前，赵副总又找到我，说让我拷贝一份数据给逃避网孙总。事成之后，孙总给了我100万，还说这件事有云朵这个替罪羊，查不到我头上。好你个赵子珍啊，那可是我们集团的重点项目，关乎几万员工的生计，你竟然把它当成报复云姐和她女儿的工具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就是，现在丢了喜东这么重要的客户，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，这样的损失谁来承担？谁造成的谁承担。赵子正，你在集团的股份还没有结清，那就卖了赔给喜东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可以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你有这么好心？怎么将功补过？把你逃北网的客户拉过来，弥补丢失喜东这个大客户的亏空。不行，大客户是我最后的底牌，让我交出去也行，除非你答应我。还敢谈条件？雪华，报警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跑不了。你身为集团的高管，监守自盗，给集团造成了严重损失，应该够判刑了吧？是，我这就报警。别报警！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同意就好。既然这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关于赵子珍的追偿，我们稍后再议。现在，我们先制定喜东合作方案。
云总，对不起，我为刚才对您的质疑道歉。启东这件事，我听您的。对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对，都听您的。好，我们先联系淘贝网的孙总，拿下合作。等拿到首款，立刻赔偿喜东。至于喜东，我亲自去谈，哪怕降低10%的运费，也要争取回来。唉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降低10%的运费啊！赵子征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太好了，云姐，事情有转机了。怎么了？云朵刚才给我发消息，说李经理泄露的数据不是最终的版本，也就是说被公布的那版数据是无效的。总裁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数据真的没有被泄露？千真万确。云朵说他认真核对了淘贝网公布的数据，确定那是他放在桌面上的最初版本，也就是说毫无参考意义。没想到云朵竟然这么细心。云朵说了，多亏了您一直提醒他进入公司后要小心谨慎，所以他才将最初版本数据加密藏了起来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啊！云董，后生可畏啊！您女儿真是好样的，为集团挽回了这么大的损失。这孩子终于长大了。可是云姐，既然数据没有被泄露，那喜东那边……雪花，立即约一下喜东王总的时间，我们下午亲自登门到访，务必将项目合约争取回来。是。没想到这个小贱人还留了一手，气死我了！数据是假的，淘贝网的孙总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不行，我得先离开这里。既然数据没有泄露，那这件事情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之前我就被停薪留职了，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站住！虽然泄露的不是最终版本的数据，但你买通李经理窃取集团机密，给集团声誉造成了重大损失，罪责难逃。雪花，报警，让警察把他带走。等等，我手里有淘贝网孙总的合同意向书，你们放过我，我把意向书给你们。反正只是意向书，脱身要紧。云董，恕我直言，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喜东啊不一定还愿意继续和我们合作。不如啊，我们先拿下淘贝网的意向书，以备啊不时之需。可以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，我把意向书给你们，你们不许再向我追责。云董，既然他之前没有给集团造成实质性的损失，不如就同意了吧。追责也没有什么好处，还不如拿下合作意向书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你就留下意向书，同时集团也会发布开除通知，就不录用。一言为定。蠢货，一张失效的废纸，你们拿到也没用。喂，孙总你好，我是护城物流总裁刘雪华，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。意向书作废了，没什么好谈的。什么？作废了？什么？作废了？对，我花100万买了一堆假数据，你们还好意思跟我谈合作呀？那只是赵子征从我这拿的意向书，我说作废，他就是废纸一张。啊，孙总，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我们会拿出所有的诚意。没得商量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喂，什么？我们都被那个赵子征给耍了？可恶啊！意料之中，赵子征本来就不是什么守信之人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谈好和喜东的合作。可是云姐，核心数据虽然没有真的泄露，但我们在喜东那边的信誉终究是受损了。我看合作要是真的想拿回来的话，恐怕真的要降低10%的运费了。进。哦。云朵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我想到一个解决办法，想来跟总裁汇报一下。你有解决办法？快说来听听。出现这次数据泄露的事以后，我很自责。虽然没有造成真的数据泄露，但是由于我的出现，才让坏人有了可乘之机。我认真想了一下这次的事情，发现一个机遇，或许我们可以试试。
这是我的毕业论文，写的是喜东和淘贝网这两位电商巨头的发展现状。那你说的机遇是？这两位电商巨头就像宿敌，一直存在激烈竞争，但好物 APP 和麦兜兜也发展起来，因此要想解决这次的电商危机，实现共赢，我们不妨可以试试让这两位电商巨头破墙。破墙？对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相信这两位电商巨头也已经意识到，由于他们的竞争，反而给其他小型网站带来了可乘之机。那我们不妨从中撮合一下。好主意。是啊，我们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我不明白，他们俩是我们的甲方，怎么可能会听我们的话？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，只要有利可图，哪有什么永远的敌人啊？什么利？我们可不可以在今年让出部分利润？只要运费合适，不仅可以留住喜东这个大客户，还可以把淘贝网拉过来。妙啊，云朵，这主意简直太棒了。喜东那边好说，那淘贝网的突破口就定刚才的孙总。等一下，他们两家一直都是死对头，从品类到用户都抢得厉害，怎么可能同时跟咱们合作呢？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。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是死对头，所以才不敢有物流公司同时打他们两家的主意，这才是属于我们的机遇啊！之前喜东一直和我们合作，这还好说，但淘贝网有自己的物流体系，我们该怎么分一杯羹啊？淘贝网有物流体系，但缺物流时效；喜东有精品客户，但太过于要求时效，就导致物流成本过高。所以我们可以让他们物流共享，既可以让喜东降成本，又可以帮淘贝网补时效，这样不就可以拿下2笔订单了？是啊，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。这年轻人的想法呀，就是够新颖。我提议将云朵提为运营经理，全程跟进这次合作。云姐，经过这件事情，我发现云朵特别有责任心，还富有创新能力。我觉得这样的人才能打破常规的运营短板，把工作做得更好。我觉得总裁说的对呀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云朵作为新一任的运营经理，即刻上岗。谢谢总裁的认可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工作的。好，那这两大电商巨头的破墙行动就由你来主导，我和云姐全程参与。有任何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，我们全力配合。好，谢谢总裁。好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先这样吧，散会。哎，对了，妈，这是我们集团的股东大会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妈之前不是跟你说过，你们总裁欠我一个人情，要给我找工作吗？就是在这儿上班。妈是为了作证指认赵子珍才来的。云朵，再等等，等你通过这次历练，妈一定告诉你真相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找工作？嘘。诸位有所不知，云姐是怕云朵长成不学无术的富二代，所以才隐藏了护城物流董事长身份15年，就是为了培养云朵坚强独立的性格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云朵真是位伟大的母亲啊！是啊，等云朵拿下这个项目，云姐就能彻底恢复身份了。孙总，以上就是我对本次合作的介绍。云经理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我和喜东斗争了很多年，从用户的数据到供应链，处处都是竞争。合作，除非喜东愿意把电商节10%的流量让给我。孙总，我算过一笔账，两家平台在物流上的重复投入超过20亿，如果能够共享物流网络，成本将会降低35%，用户的配送时效还能提升1倍。别太天真了，数据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不可能把平台的物流命脉跟竞争对手一起共享。你还是早点回去。多多，别太灰心了，我们再跟喜东谈谈。王总，很抱歉发生这次数据泄露的乌龙事件，
为了展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愿意优惠5%的物流费来作为补偿，您看可以吗？我们和护城物流合作这么多年，对你们呢还是非常信任的。以后我们合作可以继续，但是和陶贝网合用物流的事儿，还是以后再说吧。王总，我知道您是担心2家电商平台合作后会影响喜东的主动权，但是现在行业内卷越来越严重，单打独斗迟早会被新的电商平台所淘汰。对，护城物流是老企业了，我们能够确保物流数据的独立性，不会让你们任何一方吃亏。云经理，不是我不相信你们护城物流的诚意，是孙总这个人太过于强势了，我怕和你们合作以后会处处受他压制，得不偿失啊。合用物流的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王总，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2家电商平台合作绝对是件双赢的好事。这件事儿还是以后再议吧，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议，先是没了。多多，别灰心，王总他没有直接拒绝，就代表这件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。我们还是要先想办法让陶贝网的孙总同意。可孙总的态度很坚决，他会同意吗？他虽然态度坚决，但是你回忆一下他看报告时的眼神，他在犹豫，说明他心里呢是认可数据的，但他拉不下脸。可喜东也很在意合作后的利益分配，2家各有各的顾虑，该怎么消除他们的顾虑？下个月有长三角电商峰会，喜东和陶贝网都会参加，我们到时候找机会啊，让他们2家当面谈谈，或许还有转机。多多啊，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呢？妈，我在做长三角电商峰会的合作方案，做完就回家。你呀，工作起来还真是个拼命三娘。我刚上班嘛，肯定想做出点成绩。好，那妈坐这儿陪你一会儿，忙吧。陶贝网西南仓库发生爆仓，用户投诉量激增300%。妈，你快看，陶贝网西南仓库出现了问题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他们现在肯定急需临时物流支持，我们可以主动提出帮他们解决，顺便再提出合作的问题。好主意，但是呢，也不能太刻意，得让孙总觉得咱们是真心想帮他，而不是刻意施压。快点快点！哎呀，这进度！云经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听说您这边仓库出了问题，临时安排了20辆货车和50名分拣员过来，他们在路上，马上就到了。一会儿呢，先帮您把堆积的包裹送出去。这你们怎么知道的呀？我有个朋友啊，在这家物流仓上班，已经忙得2天都没有回家了。先别管这些了，赶紧卸货吧，再拖下去，用户得大规模退单了。电商节啊，马上就要来了，用户如果这个时候退单，那对我们陶贝网这时候的销量啊，绝对是非常影响的。你们能来啊，真是太好了，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了，谢。孙总客气了，咱们边干边说。好。来，辛苦了，喝口水，休息一下。这次啊，真是多谢你们了。你们的支援人员来了以后，我们仓库积压的包裹已经处理了90%，不然啊，陶贝网的口碑可就毁了。这都是我们举手之劳罢了。哎，对你们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啊，是雪中送炭。说吧，你们想要什么回报？我们不是来要回报的，只是想让您知道，合作不是博弈，而是双赢。只要您愿意，我们可以先从西南地区开始，尝试共享物流网络。要是效果不好，可以随时终止。好，我就相信你们一次。王总，相信你也有所耳闻，自从陶贝网和我们护城物流合作后，
西南地区的配送时效提升了40%，用户的满意度也提升了25%。我知道我们的运营给出了分析数据，自从你们两家合作以后，西南地区有不少企业用户都在淘贝网下单了。王总，您真的需要考虑一下我之前的建议。等我们和淘贝网的合作区域扩大后，对喜东的销售额绝对会有强有力的冲击。王总，我知道你有顾虑，但是现在真的是喜东加入合作的最好时机。趁我们还没有跟淘贝网确定最终的合作方案，只要您愿意，我们可以进行3方会谈，制定一个公平的分配机制。行，我同意3方会谈。感谢孙总和王总莅临沪城物流集团。我们今天不谈竞争，只谈合作。沪城物流愿意作为中间人，为两家搭建合作平台，让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。方案里说物流数据由沪城物流独立管理，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把物流数据泄露给喜东？对，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。一旦数据泄露，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没了。这是沪城物流的数据保密承诺书，我们愿意每年接受第3方机构的审计。如果因为我们的问题导致数据泄露，那我们愿意赔偿给2家企业各50亿。孙总、王总，我研究了未来3年的电商市场趋势。随着社交媒体直播带货的兴起，传统电商平台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了。如果你们还不做出改变，明年可能会有新的巨头整合资源，到时候你们就被动了。王总，咱们2家也斗争了很多年了，我也累了。既然沪城物流能够保护客户数据安全和我们的财产公正问题，那我愿意尝试合作。太好了。但我有个条件，在合作初期，我们要各自保留一部分的物流团队，以避免意外的发生。我也同意这个条件。另外，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，3方每个月要进行1次沟通会，及时解决问题。我没问题。我没问题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，说来听一听。对，您2位能从多年的宿敌达成今天的合作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客流量，那不妨为对方的平台设立一个业务接口，这样不就能锁定客户，最大限度的减少客户选择第3方平台了吗？好建议啊！对，这样也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了。在网站上为对方设立一个业务接口不是什么技术难题，我们集团愿提供技术支持，更好的促进2家合作。好建议啊！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，沪城物流一定会全力以赴，为2家提供最好的服务。好，合作愉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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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的电商节真是超乎寻常的顺利啊，订单增多了，时效性也大大缩减了，这些都是你们沪城物流的功劳啊！说得对。2位谬赞了。以前啊，我总以为我们淘贝网和喜东是彻头彻底的竞争关系，但现在啊，我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真正的行业发展啊，讲究的是合作共赢。希望这次啊，和喜东还有沪城物流的3方合作，能够给电商行业树立一个新的标杆。是啊，还是感谢沪城物流给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，还有孙总对我们的信任，我们一起携手共进，以后一定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。没想到还真的让他们谈成了合作，明明是老子给的联系方式，凭什么他们在这风风光光的谈合作，老子却要在这东躲西走？不行，这2个贱人把我害得那么惨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。喂，风言，你不是说你弟弟在湘江岸卖有门路吗？你联系一下，
让他们来物流园一趟。好，我这就联系。云梦姐，等我绑了你的女儿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是谁在那里？我得去看看。今天是电商节最后一天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奇怪，什么？把他弄走。赵总，你绑他干什么？他无权无势的，还不如绑云梦姐那个老东西，最起码可以弄点钱花呀。你懂什么？绑了云梦锦不一定能拿到钱，她就这么一个女儿，绑了云朵还愁她不乖乖的拿钱吗？啊，有道理啊。你去把她带到城南的旧仓库，我把刚才的视频删了，随后就到。嗯，走。云朵，云朵，赵子珍，是你！站住！说，是不是绑架了云朵？你们是谁？我只是个小职员，今年刚毕业，家里没钱没势，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？符浩，怎么是你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失去了保研名额，我姐也丢了工作，这一切都是你和你那卖馄饨的妈害的。那是你们仗势欺人，罪有应得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今天必须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都给我让开，让我打他两鞭子消消气。没想到啊，你还能代表护城物流谈合作呢。于诗涵，怎么又是你？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想要你的命。我只不过是在物流仓时得罪过你，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？道歉？道歉管屁！你风风光光的，摇身一变，你进了护城物流公司谈合作，我呢？你知道我在湘江过的是什么鬼日子？行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让他见识见识得罪咱们的后果。就是，现在求饶也来不及了。你们别太过分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们就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吗？法律，在这个破旧的仓库里面，法律能保护得了你吗？法律能制裁得了我们吗？就是，落到我们手上，你就乖乖认栽吧。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要是让我妈知道，她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妈？你还真以为你妈会来救你？她今天自身都难保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她是不可能来救你。你们把我妈怎么样了？反正你也要死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赵总就在物流仓附近，等你妈出来遇到他，不就死翘翘了吗？不，你们有什么冲我来？我妈她是无辜的，你们不要痛她。无辜啊！要不是你妈那个贱人，老娘今天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。今天我要你跟你妈，你们都他妈给我付出代价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晚了！你们这群恶人、人渣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们会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还他妈给我嘴硬！来人，这个贱人赏你们了，我看他还有几分姿色，让给你。今天大家随便玩。住手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你别过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我不过来，你别伤害他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不要管我！好东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于诗涵，你还敢回来？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。你他妈还敢提上次？要不是你，我跟我哥也不会躲到湘江。我今天这样，
都他妈是你害的！姑奶奶今天回来就是来要你的狗命！要我命？你口气倒是不小啊！少废话，赶紧放了我女儿，要不然我要她的狗命！你少吓唬人！放不放？还来这干什么？还不快放人！好，我数1、2、3，我们一起放。1、2、3，放！朵朵，有没有事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妈，我没事，你不该以身犯险来救我的，这个太危险了。好一出母女情深呐！云梦姐呀，云梦姐，你戏演的不错呀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还不知道是吗？他之前卖馄饨供你上学都是装的，他的真实身份是护城物流集团的董事长。什么？我妈是护城物流集团董事长？不对，这肯定不是真的。我从小看我妈卖馄饨，她怎么可能会是董事长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亲口问问她不就知道了吗？妈，她肯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朵朵，对不起，妈确实是骗了你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当然是怕你花的钱了，有钱人都特别抠的，你妈肯定不是真的爱你。你想啊，从小到大，你妈就让你勤工俭学，连一天福都没让你享，现在还让你去那破物流仓去搬货啊！你本来应该是堂堂护城物流集团的千金，她让你受尽了苦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的恨她？朵朵，不是这样的，妈这样做是有苦衷的。你别再说了。哟，生气了啊？朵朵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不是他说的那样的。妈，我当然不会相信。我知道你肯定有你自己的苦衷，你既然不想说，我也就不会问。我只知道你心里是爱我的，你这么做肯定是为了我好，这就够了。其实是因为你小时候妈妈忙于工作，一直都是保姆在照顾你，有一段时间你就变得十分的任性，妈妈怕你长成嚣张跋扈的性格，所以就把集团交给了雪华，带你回到了城中村。后来呢？带你回到城中村以后，你很快就跟当地的小朋友玩到了一起，你变得活泼懂事，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住到了现在。妈本来是想等你通过了本次历练之后，就告诉你真相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他妈到底有完没完呐？啊！姑奶奶今天是来要你命的，不是来看你们母女情深的。于诗涵，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，你哥没有告诉你别再惹我了吗？你他妈还敢提我哥？要不是你，我哥也不会躲到湘江，被抢夺物流港的仇人给害死。你哥死了？没错，我哥的死都他妈是你害的。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啊？为什么我今天要你还我哥的命？害死你哥的根本就不是我，是他自己的野心。如果不是他当初盲目扩张物流线，暴力霸占物流港，他根本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我不信，今天这样都他妈是你害的。我今天要你的命！小心，他有刀！贱人，去死吧！于诗涵，不住手！嫂子，于诗涵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还敢持刀伤人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是。嫂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嫂子！云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这群人怎么处置？朵朵，你来决定他们的生死。嫂子，你不能把我找到他身上。我之前那么对他，我抢了他的男人，他不会放过他嫂子。你不要叫我嫂子，我恨得不扫情分，早在你执迷不悟，
男人性命开玩笑时就已经消失殆尽了。我和你哥已经离婚了，从此以后再无瓜葛。妈，他们罪不至死，饶他们一命吧。你不恨他们？当我刚醒来时，他们说你已经被害了，那一刻我非常恨他们，恨他们伤害了我最爱的人。但后来我看到你人没事，我就不恨了。把他们交给警察吧。好，妈听你的，报警，交给警察依法处理。是。走，妈带你回家继承家产。好。云经理，恭喜您成功拿下喜东和淘贝网2家电商巨头的商业订单，让沪城物流集团的商业价值呢又上了一层楼。谢谢。您作为沪城物流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理，又签下巨额的订单，已俨然成为沪城年轻女性的标杆。那么我想请问，您这一路走来，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？我妈。那么你有什么想对你妈妈说的话吗？妈，这些年您辛苦了，没有您的良苦用心和细细教导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妈，我永远爱你。我的孩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星辰大海，而我永远是他回头就能看见的岸。妈妈的放手不是结束，而是换一种方式陪你走向更广阔的未来。